我最疼爱的表妹抢了我最爱的男朋友，被我发现的时候，他们正衣衫不整地纠缠在一起，甚至骂我坏了他们的好事。好啊，成全你们！我一不做二不休，一脚踹开渣男，顺便断了表妹的生活费。逍遥日子没过几天，狗男贱女双双后悔。前男友，宝宝我错了，都是你表妹勾引我。表妹，姐姐我错了，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测试姐夫对你是不是真心。我冷笑一声，滚！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撞破表妹和男友的奸情，纯属一次意外。起因是我拿错了要给表妹交学费的银行卡，那张银行卡是前几个月帮男友租房时候用的，因为平时都是手机支付，用完之后我就随手把银行卡放到了茶几的抽屉里。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，却没想到男友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。刚一进门，我便看到了被随意丢在地上的套套，还是用过的，里面的液体已经因为氧化微微发黄，不是跟我用的。打飞机还用安全套吗？我内心疑惑，却自欺欺人的不愿往那一方面想。没等我发愣太长时间，门口便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，以及女人压抑的娇嗔。我只感觉心脏骤然一缩，几乎是本能地爬到了卧室的床下面，紧张地等待着真相。我内心忐忑，心里回想着跟男友相处的朝朝暮暮，只祈祷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误会一场。但现实却毫不客气地给了我当头一棒。文哥哥，你轻点，人家都要被你玩坏了。哥哥好厉害，我的腿现在还有点软，你扶人家一下吗？这里好痒，哥哥再帮忙摸一摸呀。我还要亲亲，别停嘛。好舒服。我的男友叫文明，而这几句捏着嗓子发出来娇嗔的人，是我异父异母的亲表妹。听着这些让人面红耳赤的话，我只感觉浑身不自在。毕竟从小的家教就是要洁身自爱，所以我的观念也比较传统。在结婚之前，一直都没有同意男朋友的同居要求。哥哥，我和姐姐谁让你最爽？女人的矫情缠问打断我的思绪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半点声音，同时打开了手机的摄像功能。这种话还用问？周倩那个老古董怎么能跟你比？文明说话的时候呼呼喘着粗气，足以让我想象出他此时淫欲的恶心嘴脸。呵呵呵呵，他就跟个男人婆一样，哥哥应付他真是辛苦了。表妹对于我的编排并没有停止，她就是看上去高冷而已。这么大岁数了，这方面的需求肯定少不了，不过是藏着掖着不见人罢了。我听说表面越是清纯的人，私下玩得越开啊！不要！我被这一番言论气得火冒三丈，刚要爬起来找他们对峙，便看到一个粉红色的东西被丢到了床底，是女人的贴身衣物，上面似乎还残留着表妹的体温。哟！我干呕一声，事情逐渐达到高潮。我没忘记拿手机摄像头对准了外面，被扔下来的衣服越来越多，甚至还有一条被撕扯成碎片的丝袜。在床底的这个缝隙里，我看到4条不安分的腿双双腾空，床铺似乎不堪重负，发出吱扭吱扭的声响。什么破床？他那么有钱，抠抠搜搜的，不知道给你买好一点的吗？表妹抱怨的声音夹杂着嘤咛说道，男友也紧接着附和，他要真的那么识趣，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。度过了刚开始的忐忑、愤怒和恶心之后，现在的我只感觉有点可笑，笑自己识人不清，笑我妈爸引狼入室，
还真是被这对狗男女给当成冤大头了。可能是他们的运动太过激烈，伴随着沉闷的咚的一声，我只感觉眼前一黑，一个浑身赤裸的人就这么赤条条地摔在地上。我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咧嘴对他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。啊，怎么了？文明拽着脱到一半的裤子跳下来，老鼠还是蟑螂？表妹却触电般的跳起来，语气中带着被撞破的惊慌。没事，就是把我摔疼了。她拽着文明就要往外走，我们换个地方吧，总感觉这个卧室有点瘆人。也好，文明倒是对她言听计从，可惜我才不会给他们机会。我举着手机从床底爬出来，已经转过身的男友听到动静回过头来，一脸错愕地看向我手里的手机。操，你他妈在录视频！没有解释，没有挽留，反而是最在意自己的名声。男友伸手就要抢夺手机，我侧身躲开男友的袭击，转而跨步过去扇了表妹一巴掌。手掌结结实实打在人脸上的触感，有点爽，也有点疼。没等二人反应过来，我咬住手机，腾出双手将表妹摁在地上，左右开弓。她想反抗，但耐不住身材娇小，再加上我常年锻炼，表妹根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一直扇到她嘴角出血。痛苦的呻吟也终于唤醒了发愣的男友。周倩，你他妈有病吧？男友拎着我的后衣领把我拽起来，二话不说给了我一巴掌，然后赶紧蹲下身去查看表妹脸上的伤。没事吧，囡囡？男友把表妹护在身后，对我怒目而视，把视频删了，给囡囡道歉。噗，我被气笑了，顾不得脸上的疼痛，顺手抄起床头柜的台灯，照着男友的脑袋就砸了过去。真当老娘是好惹的？周倩，就算你是我女朋友，但也不能强闯民宅，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。文明到底是怕了我这不要命的架势，警告道：只要你把视频删了，我可以不去报警。我看智障似的看着男友，他是不是忘了这房子只我租的，租房合同上也写的我的名字？可能是他也意识到这一点，男友的脸色缓和了一些。周倩，我承认这件事是对不起你，但造成这样的结果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错处吗？错在我没有跟你上床，你太自私了，从来都不考虑我的感受，除了钱挣得多一点，什么都不会。文明开始数落起我来，连基本的社交礼仪都没有。你知道我那些朋友都怎么评论你吗？亏你还是高材生，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。面对男友的喋喋不休，我的心情毫无波澜。花我钱的时候没见你要自尊，拿着我的钱巴结那些想对我动手动脚的社会混混，还想让我给他们好脸色。天，我当时是被恋爱脑病毒给传染了吗？为什么能容忍文明做的那些奇葩事情？再说表妹，从小父母双亡，我妈不忍心她姐姐的孩子被送到孤儿院，主动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，把她当成了2个女儿。我也是真心把她当亲妹妹看待，更是在得知她考上大学的时候，主动承担起她的学费。结果他们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表妹没注意到我难看的脸色，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，小声地说起他们2人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，无非就是一见钟情、情投意合的灵魂伴侣。不过是因为我才一直没有光明正大的走在一起，所以我还得谢谢你们给我留了面子。男友冷哼一声，态度高傲无比。我再度扶额，当初真是瞎了眼。既然你们这么情投意合，想必也不希望我再插手你们的事情。我话还没说完，便注意到2人眼中闪闪的光。看吧，我就说姐姐这么善良，
一定会原谅我们。男友表情也缓和不少，我心里冷笑，这俩人压根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是什么。我主动提出了分手，并朝男友讨要我一直以来在他身上花的那些钱，那都是你自愿赠予的，哪还有要回去的道理？男友，不，前男友文明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你明知道我现在资金紧张拿不出来，你故意的。我一脸无辜，怎么会？我只是想把之前带走的你的自尊还给你而已。我忽视掉文明要吃人的目光，一笔一笔地清算我们之间的金钱债务，这些都是大数目，更伤你自尊。先把这些还给我就好。姐姐，表妹小声地喊了我一声，身体已经默默跟文明拉开了距离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。我看向表妹，忽视掉她的梨花带雨。你现在已经成年了，生活费、学费应该可以自己承担了。在我家白吃白喝了这么久，你应该也不好意思继续当个蛀虫赖着不走吧？表妹的脸色瞬间惨白。不对，姐姐。表妹过来拉我的手，却被我不着痕迹地躲开了。我清楚地知道，没了我的支持，这俩人说不定都要去大街上喝西北风。姐姐，你不要我了吗？阿姨不会同意的，阿姨身体不好，你不要故意气她。表妹见事情失去转圜的余地，彻底慌了，她跪下来抱住我的大腿，哭得肝肠寸断。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并不喜欢文明，就是觉得姐姐太优秀，不想让这个人渣耽误你。我这都是为了姐姐，我知道惹姐姐生气了，我跟你道歉。我是为了测试她才这么做的，现在结果出来了，她不配当你男朋友。我嘴角含笑，抬眼瞥了文明一眼，果然见他面色铁青，被喜欢的人当着面数落，这感觉不好受吧？你别这么作践自己。文明弯腰要拉表妹起来，不就是学费吗？我又不是给不起。他说的咬牙切齿，跟这个铁石心肠的女人求情没用，她从来都看不上我们。你别来碰我，脏死了！表妹尖叫着推开文明，死穷鬼！要不是姐姐一直支持你，就你那破工作室早就倒闭了，吃软饭还不让人说。真是又当又立，呵，还不傻，知道谁有钱谁是爹。文明的脸色由青转白，显然也没料到表妹竟然会这么恬不知耻。再加上我继续跟他讨要之前的花费，这个自尊的男人终于忍不住摔门而去。表妹松了口气，抬头可怜巴巴地看向我：姐，那个渣男走了，我们和好吧？我咧嘴一笑，没等表妹放松下来，便踹开她的手：你也别来碰我，脏死了！为了避免这个人对我的家人纠缠不清，我给了他足够1年的学费和生活费，也算是最后的一点亲戚间的情谊。我又将事情的起因跟爸妈说了一下之后，果断将表妹赶出家门。我的清静日子没过几天，就被表妹辅导员的电话给搅乱了。喂，是段颖男家属吗？请问段颖男在哪？我这才知道，开学之后表妹一直都没有去学校报到，甚至还联系不上，所以才找到我的电话询问情况。对于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我内心是不想管的。去不去学校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就算是死在外面，也是死有余辜。我承认自己有点冷血，可架不住我妈一直在旁边劝说。念着我死去的大姨的那点恩情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去文明那碰碰运气。这俩人情投意合，说不定正腻歪在床上天昏地暗呢。我托朋友找到了文明现在的住址，在一个老破小，远远就看见情侣2人手挽着手进入单元门。这文明还真是胃口好，那天都闹成了那个样子，竟然还能跟表妹说说笑笑。为了避免麻烦，
我找了个文明上班的时间去找表妹，只是单纯的帮她辅导员带个话，再应我妈的意思劝2句，仅此而已。谁知就是因为我的怕麻烦，麻烦却偏偏找上了我。我去的那天，表妹把房门关得很紧，喊了半天都没人来开门。正当我沾沾自喜觉得表妹要跟我们彻底断绝关系的时候，却从阳台的窗户里看到了无比炸裂的一幕。表妹正赤身裸体跟一个男人扭在一起，看男人的身形绝对不是文明。嚯，玩得真花！我重新跑到表妹门口，将耳朵贴在了门上。这个小区的隔音效果并不好，我能清楚地听到里面男人的喘息和咒骂，以及表妹标志的夹子音。哎呀，你轻点，我都怀了他的孩子，经不住你这么搞。孩子，你还真想给那窝囊废生孩子？他才不是窝囊废！表妹娇嗔着抗议，声音带了18个转。男人嘿嘿一笑，不是窝囊废还看不住自己的女人？那个傻叉卖命工作，却想不到他的女朋友被我玩得这么爽。一个靠着女人上位的小白脸还看不起我，老子不比他有钱！男人越说越气愤，身下的动作也越来越快，惹得表妹一阵哀求，求我也没用。老子现在就让你尝尝醉生梦死的味道，老子现在就让那傻叉的孩子给我转运。我在门口听得面红耳赤，这俩人真是我的扫把星，只要是跟他们扯上关系准没好事。我听到表妹在里面尖叫连连，几次求饶，可都没有换回男人的半点怜爱，实在是听不下去了。我把耳朵从门上一开，想着话是带不成了，实在不行给表妹发个短信，意思意思。正犹豫的时候，我看到楼梯转角处捧着玫瑰走上来的前男友，看到我，他先是愣了一下，不过很快便调整好自己的表情，高傲不屑。这表情该不会以为我是特意过来找他求复合的吧？普信男果然下头，文明径直走过来，对我挑挑眉，要进来坐坐吗？跟我一起庆祝囡囡的生日。一边说着，他的钥匙已经插进了防盗门的锁孔。等等，我下意识地叫住前男友，却在他疑惑又普信的目光中默默收回了手。今天确实是表妹的生日，所以文明才会提前下班，就是为了给表妹准备惊喜。我一边感叹文明现在的三好男友人设，一边又感叹表妹收拢人心的能力，同时心里一边为表妹默哀，不知道文明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刺激。周倩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就是想问问，如果你的女朋友背叛了你，你会怎样？文明的目光闪了闪，却笃定说道，他才不会背叛我，就算真的背叛了我，那也一定是有苦难言。我咧了咧嘴，到底是没笑出来，希望你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一样大方。怎么？难道你知道点什么？文明好整以暇地看着我，嘴角似笑非笑。我就是问问。我耸耸肩，强装镇定，毕竟你们都是有前科的人，谁知道以后会不会再犯。文明哦了一声，那你可能要失望了，我跟囡囡是真爱，你别想挑拨我们的关系。我内心呵呵，同时也在思考怎么应对接下来的局面。我太了解文明这个人了，所谓的面子胜过一切，若是被他知道表妹上了别人的床，还是在他的家里，指不定会干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。尤其是他刚才的眼神，隐忍算计。我长呼一口气，决定帮表妹一把。这倒不是因为我有多心善，又或者是我顾念表妹的那点亲情，实在是因为我妈太重感情，若是让她知道自己姐姐的女儿死于非命，她绝对会后悔终生，这才是我不想见到的。文明，分手后
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没有。文明继续开门，防盗门已经开了，吱扭的声音刺激着我的耳膜。也幸好这老小区还是最古老的防盗门，开了这个，里面还有一扇。我只希望里面的人能听到外面的动静，赶紧把现场处理干净。可是你的钱到现在都没还我，会让我以为你想当老赖。文明被我戳到痛点，终于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转而扭头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我还以为周大小姐自诩高傲，看不上那点钱，分手的时候说得一清二楚，你最好别有理由耍赖。我心脏咚咚直跳，这种帮别人掩盖罪行的感觉可真刺激。我会尽快还。文明点点头，并没有跟我发生争执。可是我再次叫住文明，因为本来就心虚，所以眼神也有些躲闪。可是了半天都没说出来一句话，这感觉就跟我要纠缠他一样。我心里已经将表妹骂了千万遍，若是重来一次，我宁愿让表妹去死。到底我没能拦住开门的前男友。随着钥匙的转动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现在走还来得及吗？文明并没有给我机会，开门之后直接热情地将我拉到了里面。虽然我知道这热情有多，一般都是装的，不过是几秒钟的功夫，我内心煎熬的却像是过了半个多世纪。内心祈祷表妹已经处理好所有的痕迹，可进门之后看到的景象却差点把我吓晕过去。血，满地的血，甚至鲜红的液体还顺着表妹的身下不停地流出来。旁边的胖男人已经吓傻了，见到我们开门进来，手里拎着裤子穿，也不是脱也不是。表哥，文明咬着后槽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心也凉了半截，这么多血，不会死了吧？顾不得理会这两个男人之间的暗潮汹涌，我赶紧蹲下身去探表妹的鼻息，还好，还没死。我急着拨打120急救电话，而文明却将所谓的表哥摁在地上，威胁要打110报警。我们是你情我愿，你报警有个屁用！胖男人一点不带怕的，语气中似乎还掺杂着些许得意。你自己看不住自己的女朋友，怪我做什么？还是说你不行，满足不了那贱人的需求？混蛋！文明受不得侮辱，一拳头砸在胖男人的脸上，直接打掉了他一颗牙。我操你！胖男人也憋足了劲，将文明推开，又上去踹了一脚。怎么，被我戳中心事了？胖男人已经从文明的身上找到了虚荣感。你知不知道你女朋友在床上叫得多好听？文明也没闲着，一边骂一边打。可他根本就不是胖男人的对手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文明的脸上也挂了彩，狼狈至极，场面乱成一团。我只觉得可笑，他们难道就一点都不关心段颖男的死活吗？所谓的男人的面子就这么重要？好在救护车及时到来，这才终止了这场闹剧。最后的结果是有惊无险。从病床上醒来的表妹只是睁着眼睛看着房顶，一言不发，像是受到了多大的打击。囡囡，你没事吧？文明小心翼翼地捧着表妹的手，好一副深情模样。表妹的眼神动了动，在看到站在旁边的胖男人时，明显瑟缩一下。哎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胖男人想要上来讲道理，毕竟背上强奸的罪名，肯定是要去蹲局子的，那可冤枉死了。是你自己找上的我，你勾引我，现在别在那给我立牌坊。文哥哥，我不想看到他。表妹闭上眼，表情痛苦。听到了吗？强奸犯！文明恶狠狠地瞪了胖男人一眼。我劝你现在就去自首，说不定还能减刑。我靠！
你他妈是耳朵聋了还是脑子坏了？我傻逼吗？去干这种事？胖男人急了，不过似乎也明白过来自己掉进了这俩人的陷阱。你们等着，我肯定能找到证据。狗男女！呸！胖男人走了，表妹将目光重新聚焦在我身上。姐姐，你是相信我的，对吧？我呵呵一声，要不是提前听到了你们俩人奸情，我还真会被他这副样子给骗过去。不过我也注意到文明的表现也有点反常，这么要强的一个男人，可不会因为女友被强奸就会选择原谅，现在反而跟表妹站在统一战线。难道是因为表妹肚子里的孩子？在没有弄清楚他们的目的之前，我也只是对表妹的问题含糊其辞，说了几句话便找借口离开病房。我出门的时候正好碰到胖男人去而复返，他皱眉看了我一眼，那女人是你妹妹？你们是不是想要钱？很明显，他以为我跟那俩是一伙的，与我无关。那你能不能帮我做个证？你妹妹是什么人？你应该清楚吧？胖男人也是病急乱投医，可我却不想趟进这趟浑水，至少现在不想。我离开了，身后传来胖男人和文明激烈的争吵。我没答应胖男人，并不代表我对这件事不好奇。表妹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强奸的，要是胖男人拿不出关键证据，他肯定要去蹲监狱。但他们为什么会设计这么一出呢？我查到这俩人过得并不好，文明的工资刚刚能抵上他们的日常开销，表妹又没有工作，我给她的那一笔钱早就被他们挥霍一空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表妹偷偷找过我妈很多次，我妈到底心软，前后没少补贴她。要不是中间有我拦着，我家的房产证说不定都能改了名。难道是为了钱，想找胖男人要封口费？没等我捋清楚里面的关联，表妹的电话就打来了。姐姐，那天你也是在的吧？我们把文明的表哥告了，到时候你能不能帮我做个证，证明你是被强奸的？我只恨自己当时没有拿手机录下来，这是事实。表妹说道。我没接她的话茬，反而是询问为什么不找胖子要精神损失费等。表妹沉默了半晌，才继续说道：作为一个受害者，我只想把他送进监狱，让他得到应有的制裁。可把胖男人送进监狱跟索要补偿并不是一件冲突的事情。直觉告诉我这里面的水深得很，从哪开始查呢？我决定从胖男人身上下手。得到他的联系方式很简单，我把他约在了医院附近的咖啡厅。开门见山，你跟段颖男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就情人？胖男人明显为这件事费心了不少，脸上胡子拉碴的，使得原本就油腻肥胖的脸更加让人反胃。哎，都不是什么好人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算计你吗？胖男人感激涕零地看向我。你也知道我是被冤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会帮我，是不是？我没说话，而是盯着男人的眼睛，等待问题的答案。说来话长，胖男人左右而言其他，甚至是对我献起了殷勤。我时间有限，你要是不能好好沟通，那我觉得这次的谈话也可以到此为止了。我耐心有限，在这件事中，我完全可以独善其身。要不是担心那俩人把我的家人算计进去，我才不会多此一举。可能是因为拆迁吧。胖男人把他现在的情况跟我大致说了一下。他家跟文家算是亲戚，关系一般，但最近因为拆迁的原因闹得很不愉快。一块有争议的地皮，两家都想将拆迁款收归己有。我也弄清楚了事情的起因。若是胖男人进了监狱，他们一家肯定无暇顾及那块地皮。
只能是便宜了文明一家。说起这个，胖男人苦大仇深。我说段颖南从来都不肯给我打电话，每次都是他勾引，然后我主动找他，真是好算计。我心说你也不是什么好人，要真是身轻如玉，也不会被他们算计，所以你会帮我作证吗？胖男人眼含期待，我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。为什么？当然是不想惹一身骚。既然没有影响我的家人，我自然也懒得多管闲事。但我没明说，只是委婉地表示自己作为证人的说服力度不够。可我没想到文明竟然那么无耻，竟以我当时阻拦他进门为由，把我归为了胖男人一伙，甚至还把这件事捅到了我妈耳朵里。我没想到自己的亲女儿竟然这么恶毒，竟然联合别的男人去强奸自己的妹妹。我妈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，从小我就教育你要爱护妹妹，可你看看自己都干了点什么事？先是把囡囡赶出家门，还断了她的生活费，现在竟然……说到气头上，她恨不得拿起扫帚在我身上抡了2下，真疼啊！我看着眼前陌生的母亲，以及站在她身后对我咧嘴笑着的妹妹，心凉透了半截。这可是我亲妈，甚至都不听我解释一句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就把你所有的存款给你妹妹，还要给她道歉，否则我不介意大义灭亲，一块把你告到法庭上。存款原来是把主意打在这里了。我一把抓住再次轮过来的扫帚，冷着脸扔到一边。闹够了没有？你这是要顶嘴？妈，我的脾气也上来了。好歹我也是你亲生的，你怎么总是胳膊肘往外拐？听他的一面之词就说他是受害者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私底下多脏。你闭嘴！我妈抬起手，做事要给我一巴掌，我也不甘示弱地瞪了回去。那一巴掌到底没有落在我的脸上。我庆幸跟父母一直都有沟通，彼此之间没有很深的误会，否则还真会被段颖南得逞。妈，这件事咱们交给警察，你要相信他们的办事能力，谁是谁非，早晚都会有论断。我瞪了表妹一眼，而且说她自己被强奸，身上怎么一点反抗的痕迹都没有？我妈看看我，又看看表妹，烦躁地挥挥手：“我老了，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吧，都走，都走。”对于我妈的这种态度，我有点理解，但不多。人可以善良，但不能愚善。我警告地看了表妹一眼，扬扬手机，上面还有她跟文明苟且的视频。你千不该万不该把主意打到我的家人身上。就算你跟文明做的再怎么天衣无缝，总会有人能站出来说出真相，而那个人就是我。经过这么一折腾，我已经改变了主意。若是任由这俩人为非作歹，指不定什么时候我的家人也会遭殃。与其之后费尽心思跟他们周旋，不如现在就解决他们。开庭之前，我托关系黑了段颖南和文明的手机，上面有零星的关于陷害胖男人的讨论。不得不承认，这俩人真的很谨慎。我手机里还有事发当天那间屋子的照片，是我打完120之后偷偷拍下来的。原本是想记录一下给医生看，方便诊断和治疗，没想到现在却派上了用场。出庭当天，见到我的两方人都很激动，他们都以为我是给他们自己作证的。姐姐，没想到还是阿姨说话好使，虽然会惹你生气，但我先提前跟你说句谢谢啦。表妹挽着男朋友的胳膊，对我巧笑嫣然。我一句话没说，直接越过二人进了法庭。若是胖男人那边辩证失败，我可以及时拿出证据帮他翻盘。法官锤敲响的时候，我的心也跟着提了一下。
多少有点担心自己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表妹二人的证词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事情进展得格外顺利。双方律师辩证完之后，胖男人那边就已经占据了上风。我明显注意到表妹的脸色开始变得紧张，紧接着她就开始在那边哭哭啼啼，诉说自己的可怜。这是她一贯的伎俩。我妈吃这一套，法官和警察可不吃。文明也在旁边帮衬，叫嚷着对方做假证。肃静！表妹顿时噤声，文明的脸也像是吞了苍蝇。看到他们吃瘪，我差点没忍住笑出来。对了，姐姐可以作证，那天姐姐也在。表妹突然话音一转，直接将矛头指向我。姐姐，现在就差你了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一定要实话实说呀。表妹言辞恳切，可只有我注意到了她眼里暗含的威胁。我扭头朝身后看了一眼，果然看到了我妈正在用不赞同的眼神看着我。好啊，我肯定实话实说。我笑着站起来，既然点了我的名，那我不介意给他们一个惊喜。胖男人脸色在瞬间灰败，似乎已经被这场官司掏空了精神。在征得法官同意之后，我将手机连上了现场的大屏幕，视频开始播放，是偷窥的视角。不过播放器却传来男人和女人交缠的旖旎。表妹脸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，她慌了。等等，你不能侵犯我的隐私。放心，打码了。我暗笑他是个蠢货，这下谁都知道是他了。视频被完完整整的放完了，甚至后面没有画面，只有声音的片段，人们也都认真听完。你这算什么证据？文明碍于场面不好发作，看我的眼神却像是要把我千刀万剐。抱歉，放错了。我一句轻飘飘的放错了，说的表妹差点没忍住冲上来打我。我也知道自己这样的做法很可耻，但我就是想这样让他们身败名裂，顺便也让我妈看清对方的真实面目。当初我跟文明分手的原因，我一直都没有跟家里细说，他们只以为我们感情不和，也正好便宜了我那妹妹。我朝我妈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果然如我所料，脸色铁青，到底血浓于水。自己的女儿被这么侮辱，她指定不会再听信表妹的一言一语。我又拿出那天拍摄的视频，并将自己听到的看到的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胖男人喜形于色，攥着的拳头就要欢呼。有了我作证，可以直接洗白他强奸的罪名。最终判决出来了，胖男人无罪，顶多是受到一些道德方面的谴责。表妹和男友伪造证据陷害他人，被胖男人的律师冠了一个仙人跳的罪名，双双被判了刑。出了法院，胖男人跟他们家人纷纷过来跟我道谢，我随意地挥了挥手，并不想跟这些人产生特别多的牵扯。至此，我的日子终于清静了。我妈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感触良多，她经常握着我的手心疼不已。傻孩子，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也不跟我们说呢？早知道他是这副心性，我当初也不会给他那么多钱。可是念叨着念叨着，他却忽然话音一转，到底是从小没了爸妈，可怜得很，是我没有教育好他，才让他犯下大错。你也是，明知道他走的路不正，也不知道把他给拽回来。楠楠到底是个孩子，不如你写一封谅解书，看能不能减减刑。你妹妹她，我笑着将自己的手抽回来，看吧，又来了，永远都在内耗自己，内耗家人，何必呢？妈，你不要这么内耗自己，路是他自己选的，跟我们无关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
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